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呢，要带大家看一台我个人觉得是目前 Malaysia B segment sedan 里面最美的一款车，没有错，就是身后的这一台 MG5。首先也要非常感谢我们 Johor Bahru 的 YMMG Auto Sdn Bhd 把这台车借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他们的 showroom 这边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面做拍摄。过后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试驾体验啊！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到 MG 的车款的话，不管是 MG4 还是 MG5 还是其他 MG 车型，都可以到 YMMG Auto Sdn Bhd 找他们啦。OK， 没有错，它是一款看起来好像 Sport Coupe Sedan 这样子的车型，然后它是一个 B segment Sedan。不过目前以 B segment 市场来看的话，这一台车应该是马来西亚目前最大台了，不管是轮距还是其他数据方面，都比它的竞争对手数据来得更加大。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车头灯 design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它是一个全 LED 车头灯，很尖很凶。然后 bumper 方面也是好像一个鲨鱼嘴这样子哦。这个 bumper 不单只是好看它在细节方面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像是这一片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蒙砂，有点金属灰色这样子，然后下面这里呢是一个黑色，就看起来更加有层次感。不仅是这样，中间这里呢用的是一个钢琴黑烤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在下方还有一个 carbon fiber look 的饰板，单单这个 bumper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的分段，可见 MG 在设计这一台车的时候真的是很花心思。车身侧面的铝圈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双色调 dual tone 虽然是有点烂大街了，但是这个 design 好像一个飞镖这样子，实话实说还蛮好看的。然后它用的轮胎是一个 Maxxis 的轮胎，尺寸方面是215/50R17。其实有一点忘记我的 Vios 原装是什么轮胎尺寸了，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是205，所以这个轮胎尺寸它的宽度应该是目前 B segment sedan 里面最大最宽的轮胎。轮胎越宽，跟地面的接触面积越大，也就是讲越安全啊。车身侧面的线条可以看到在前面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好像很普通这样，但是有一个小小细节我个人很喜欢就是在它的后门这边开始就有一个往上扬的腰线，把这个地方弄到好像肿出来这样，有点 white body 的感觉所以整个看起来整辆车的这个屁股就比较肥大，很肿很好看，我很喜欢这个设计。但是它的轮子是收在里面如果它可以跟这个旁边的 Fender 齐平的话，哇，一定更好看。车尾方面的 design 呢，相信也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很喜欢的。它看上去是不是有一点像 Mercedes-Benz 的那一种设计理念但是又有一点点 Peugeot 的设计感，因为你看它这个车灯里面的这3条非常好看的 LED 灯条，根本就是那个 Peugeot 的 design 嘛。然后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英国国旗没有错 ，MG 这个品牌确实是一个英国品牌被中国上汽收购了过后，就陆续推出了更多更加 modern 的车款，这一台车也是其中一款在 bumper 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有2个 exhaust 出风口，但是是假的，它并没有真正的排气功能因为它的 exhaust 是藏在 bumper 里面的，是往下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用 torsion beam， 不是 multi link。打开尾箱盖，它会自动弹起来，好像我的 Honda Civic 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箱空间真的很大，超深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 strap， 这些小小的细节 MG 都有注重到。通常这个 strap 呢都是黑色罢了。然后打开下面是没有 spare tire 的，没有错，跟我的 Toyota Vios 一样啦。OK， 我们现在进来这一台车的 interior， 除了刚才我讲这辆车是目前 Malaysia B segment sedan 市场里面最好看的外观以外，也是目前我觉得最好看的 interior 了。它的 dashboard design 是比较偏向于 driver 的，就是讲它中间的 screen 还有一些按键是侧过来 driver 的位置，所以比较 driver friendly 所以这辆车应该是比较注重于驾驶感的一台车啦。等一下上路试驾要细细体验一下。然后 steering wheel 方面是一个3幅设计，有包皮，然后这个皮革摸上去有一点点偏硬但是手感还是很好的。然后 dashboard 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大面积都是硬材质目前这一个级距应该都是这样子了啦，除了那个 Proton 的 S70 S70 这台车跟这辆车如果要做对比的话这个等一下我们上路试驾的时候再来做一个详细的讲解。dashboard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饰条看起来是那个金属拉丝，但是是 plastic 的，不过看起来确实是很好看。中间有一个电子仪表板，车门板方面有红黑撞色
的这个皮革包覆，可是大面积都是硬材质的啦。椅子方面也是有这个红色的线条做到点缀哦，所以让这个椅子看起来没有那么单调。当然这辆车有电动调节的椅子啦，还有自己手动换挡的 CVT 啊，这些等下我们试驾的时候再来讲。觉得这辆车后座应该不会很高分，毕竟它是一个好像 Sport Coupe Sedan 的那一种 design。头顶空间，如果你比我高啊，我现在身高是170啊，以后可能还会再长高一点点。这个头部空间真的是剩下一个手掌的这个距离，就那么扁，所以如果你身高比较高的话，坐后座应该不太舒服了。椅背倾斜角度中规中矩，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没有 armrest， 跟我的 Vios 一样。当然坐在后方也是有一个冷气出风口，没有错，是一个冷气出风口啊，你不能左边右边同时吹啦，好过没有啦哈，至少它是有的啦。那我们现在废话少说，直接上路体验它啦 ，Let's go！ 在试驾之前，当然是要来做一点简单的调整。首先是风速啦，这个冷气方面要把这个风速调低下来，不然等下收音收到不美。这一台车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在 dashboard 上面有一排的实体按键，不过它不是拿来控制冷气的风速还有温度的，它只是把它唤醒过后会显示在荧幕上面，你还是要手动的方式去拖它，把这个风速还有冷度做到调节，没有双区恒温空调。然后我们再调节一下它的 steering wheel 啊，通常我驾车喜欢把 steering wheel 放矮一点点。这个 steering wheel 它只可以做到上下调整啊，前后调整是没有的啦。不过它的椅子就很 good job 啊，它的椅子是有给到 driver side 的电动调节椅子。OK， 现在就直接启动这辆车，把这辆车开上路体验一下。这台车在马来西亚呢，它的最直接竞争对手啊，很简单，就是 Toyota Vios 跟 Honda City， 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用1500cc 自然进气引擎，没有 turbo， 然后都是用 CVT 的变速箱。这一台车的 CVT 是一个模拟8速的 CVT， 但是在 steering wheel 后面啊是没有换挡拨片的啦。不过你还是可以用它 gear knob 这边来做到加减压的换挡。这个 pedal shift 的东西对我而言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啦，毕竟你看我自己是 Vios 的车主，有 pedal shift 我也没有用过几次，很少去用它啦，所以可有可无啦，对我来讲。当然这辆车啊，看到吗？有这个天窗，它是有一个手动的这个遮罩帘，可以把它盖起来。Vios 跟 City 都是没有的，所以在相同的 B segment 级距里面，这台车还是比较加分的。不过如果打开天窗的话，就很塞啦。虽然它的这个天窗是已经有暗度了的，可是隔热方面需要做到加强，一定要粘好的钉锭了。讲到钉锭，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到 Excellent 粘钉锭啦，他们的钉锭真的 very good job。看到我下面这个 banner 嘛，赶紧 screenshot 这个画面啊，然后到他们的店面询问，就会得到18% 的现金回扣。可能有些人会讲，他的竞争对手不就还有一辆 Proton 的 S70 吗？ Proton 的 S70 啊，那一台车跟这辆车要做到一个对比，有一点不公平啦。Proton S70 呢，在 Proton 官方方面来讲，它是一台 C segment sedan， 这一台车是一个 B segment sedan。唯一可以拿来做直接对比的，应该就是它的 price range 啦，价钱差不多一样。但是大家要记得哦 ，Proton S70 是一台国产车 ，Proton Malaysia 自己安装组装的国产车。MG5 这一台车是一个 CBU 泰国进口车，所以在税务方面啊 ，Proton 它的税务比较便宜，可是它卖的价钱还要比这台车高少少。这台车是一个进口车，抽的税相对会比较高，但是它卖的价钱也不算很高，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今天就不拿它跟 S70 做比较，我拿它跟 Vios 来做对比，毕竟我自己是 Vios 的车主嘛。这一辆车哦，目前啊在马来西亚算是一个 B segment 级距里面最大台的一台车了，它已经接近 C segment， 感觉有点玩臭。Vios 这台车也是一个 B segment， 我自己也驾了蛮长的时间，马力输出方面跟扭力输出方面，这两台车都算接近的，相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很难在行驶的时候感受出来。所以我觉得动力表现方面，像现在我加速，它就跟 Vios 很像，一脚油门下的时候，那个引擎声其实也还蛮像的。这台车的 signal 啊是在左手边啊 ，Vios 是在右手边。习惯日系车款的朋友可能就要去适应一下下，用左手打signal啦，不然你会开到歪波。然后我觉得它的空间感好像会比 Vios 来的大一点点，会比较宽少少，但是又没有到 C segment Civic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是 B segment 跟 C segment 之间的那个空间感。然后这个椅子我要吐槽一下，就是它的坐姿有点高啊，我已经用这个电
电动调节的方式把它调到最低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好像有点高。虽然我身高不是很高啦，170，但是这个头顶空间就其实也剩不太多啦。中间的望后镜是一个普通的望后镜，没有 Auto Dim 功能，但是有一点加分哦，就是它的中间望后镜的后方啊是有一个 USB 插孔的，你们安装行车记录器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讲到行车记录器，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新款的全新的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我们的70迈的 A510啊。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 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啊。HDR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背景突然间曝光，突然间又变暗，你过桥底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迅速的切换那一个光线亮度。当然，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2 IMX675的这个感光元件芯片哦，高动态范围提升10%，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啊，还包括了 Dual Channel Recording， 就是前后拍摄镜头，而且还可以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同时监控还有切换。这一台 A510呢，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车牌号码、车身款式、颜色，通通都可以被清楚的记录下来啊。当然，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比较旧的产品就有一个好像 ADAS 的功能，这一次 A510也是有这一项功能，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哦。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如果你的车买的是没有这种 ADAS 镜头，只要安装一个 A510，你就有这一个功能了，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包括你看好像这种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行车记录器的话，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哦。Shopee、Lazada 还有他们的 website，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然后这台车的 NVH 好像我现在 City Drive 这样子慢慢开这台车，我觉得它的 NVH 表现是差不多跟 Vios 很像。处理路噪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一台是试驾车哦，它的轮子风打比较慢，在过一些黄线红线的时候会比较跳一点点。我自己平时驾的车，我会把那个风放少一点点啊。然后动力表现方面啊，大家不需要对这台车有很大的期待。当然，因为它是一个1500cc 自然进气引擎，动力方面、扭力方面，你不会有一个爆冲感。一脚油门下，没有爆冲的感觉，它不是很够力，可是它绝对够用。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赛车手嘛，所以不需要在马路上驾很有力的车的，反而动力曲线来得更加线性，来得更加舒适才是重要的。毕竟这一台还是一个 family car， 驾起来要舒服舒适更重要。跟 Toyota、Honda 的 CVT 感觉是差不多一样，然后椅子也算很好坐，发泡棉不是偏软的发泡棉，所以这种发泡棉的支撑啊会比较好。但是长途行驶腰骨不太好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辛苦啦。然后旁边的 support 还算是可以的，它旁边有这个小小的蝴蝶翼顶着我的腰部。OK， 我相信 cornering 方面应该很不错。这台车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很想把它开进雪邦赛道，体验一下操作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一台车虽然已经是上汽集团的旗下车款，但是我觉得它的 suspension 还有车脚的调教应该还是会有一点英国风味啊，这一点我个人很期待。在马路上我们没有办法的很激烈超驾它，所以如果你要我讲出一些它的车脚很好啊 cornering 很好 sorry 那个都是骗人的，那个没有办法测试。但是以 City Drive 来讲，这样子的 ride and handling 表现绝对是够用。好啦，这个因为是赶首发最快的第一手试驾影片，所以影片内容会稍微短一些。今天的这一个简短的试驾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接下来有机会我们会跟 MG Malaysia 借这一台车长时间的使用它，到时候我们会为大家做更加深入的试驾体验，还有油耗表现，相信这个大家都很期待。我这样试驾一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没有办法做到油耗，我如果把油耗表现讲出来就是骗你们了。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到这台车陆续的更新的话，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小铃铛要给它点开，接下来 upload 最新影片的时候你们就不会错过了啦。好，今天就先这样子，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